杀猪时他特意留下的也是最值钱的宝贝。另一样是一张刚削制好的野猪皮，卷成了一卷塞在背篓里。周成林轻车熟路地拐进了一条僻静的巷子，巷子尽头有一家济世堂中药铺。这铺子有些年头了，门口的牌匾都掉了漆，但里面的坐堂大夫是个识货的。推开厚重的棉门帘，一股浓郁的中药味扑面而来。柜台后面一个戴着老花镜的老头正拿着等子称药，老头头也没抬问是抓药还是看病。周成林说卖药，把背篓放下，让大黑蹲在门口守着，从怀里掏出那个油纸包，轻轻放在柜台上。老头推了推眼镜，漫不经心地伸手去拆，说这年头野生的不好收。话没说完，油纸包打开了，一颗紫的发黑如同鸭梨大小的野猪胆静静地躺在那儿，虽然已经风干了一些，但表面依旧油润光亮，散发着一股特有的辛苦味。老头的手顿住了，猛地抬起头看了周成林一眼，眼神里多了一丝惊讶，问是不是野猪胆这么大个？周成林言简意赅说168斤的野猪王，刚杀没几天阴干的，没破皮没漏胆汁，让他长长眼。老头拿起那颗猪胆凑到鼻尖闻了闻，又对着光照了照，说成色不错，是紫金胆，算是上品。老头放下猪胆，手指在算盘上拨弄了2下，说这东西清热解毒是个好东西，但现在行情一般，要是卖他给15。周成林心里冷笑，这老头是看他年轻穿的又破想杀生吗？这可是野猪王的胆，在后世这么一颗胆能卖几钱？就算现在是83年，那也绝不止15块。周成林伸手把猪胆包起来，作势要走，说刘大夫这就不厚道了，前街的回春堂他也认识人，听说他们那儿正缺这味药引子，这可是紫金胆，15块，让他留着自个儿用吧。老头见他懂行，赶紧拦住，说漫天要价，坐地还钱，让他说个价。周成林伸出5根手指，说50少1分不卖。老头眼珠子都瞪圆了，说50是抢钱，现在的猪肉才7、8毛一斤，这一颗胆顶1头猪了。周成林盯着老头的眼睛说，这能跟猪肉比吗？这是救命的药。他说老头转手卖给市里的药厂或者是那些大领导，治嗓子起码能卖80，他只要50，给他留了30的利，够意思了。老头被说中了心事，脸色变了变，重新打量了一下眼前这个年轻人，看着土里土气，这账算的可是门清。老头咬了咬牙说45，再多他真不收了，他也得赚点辛苦钱。周成林假装犹豫了一下，叹了口气答应了，让他给现钱，45块钱到手，加上背篓里那张野猪皮，拿到收购站卖了12块。这一趟光是捡漏剩下的边角料就进账了57块，这要是让村里人知道，非得把眼珠子抠出来不可。但这还不是大头，周成林出了收购站，直奔县里的信用社。那个年代的信用社柜台高的吓人，还得仰着头跟里面的办事员说话。周成林找了个角落，把怀里这几天攒的卖猪胆的，还有之前卖竹虫竹鼠剩下的钱全都掏了出来，零零碎碎的一大堆，有大面额，有小面额，还有一堆毛票和硬币。他把这些钱按照面额一张张铝屏叠好，动作很慢很细致，每一张钱上都带着他的体温，带着那股子泥土和汗水的味道，一共是3280块。这里面的大头其实是他上次卖给那个神秘港商野山餐的钱，那猪野山餐他没全留着，切了一小半须子托张胖子找路子试着卖了一下，结果那个港商识货直接给了2800，剩下的钱则是这半个月蚂蚁搬家一样攒下来的3000多块。在这个万元户就能上报纸的年代，这绝对是一笔巨款。周成林深吸一口气，把钱用报纸包好，走到柜台前说存钱，把报纸包递进去，连同那张皱皱巴巴的身份证。里面的办事员是个烫着卷发的中年大姐，正织毛衣呢，看见周成林这身打扮，眼皮都没抬一下，问存多少，10块还是5块，让他填单子。周成林说全部存，把报纸包往里推了推。大姐不耐烦地打开报纸，下一秒她手里的毛衣针当啷一声掉在了桌子上，那一沓整整齐齐的大面额钞票，厚度足有2块砖头那么高，钞票在灯光下散发着迷人的光泽。大姐吓了一跳，赶紧抬头看周成林，问这么多钱哪来的？他虽然见多识广，但一个穿得跟叫花子似的农民随手掏出几千块，这也太吓人。周成林语气平静说卖山货传的，还有卖了点祖传的老物件。大姐狐疑地看了他一眼，但看着钱是真钱，也就没多问，说行，等着给他开折子。又是点钞又是盖章，足足忙活了半个钟头。当那本红色的存折递到周成林手里的时候，他感觉手心都在发烫。翻开第一页，上面用钢笔工工整整的写着余额3280元。周成林盯着那串数字看了足足1分钟，上辈子他为了这串数字拼了半条命，等到真正有钱的时候，爹娘都不在了，子欲养而亲不待。这辈子这串数字只是个开始，它代表着那几间漏风的草房将成为历史，代表着娘不用再为了几分钱的药费偷偷抹眼泪，代表着小梅能穿上新衣裳去上学。他小心翼翼地把存折揣进贴身的最里层口袋，按了按，确定他还在。出了信用社，天已经快黑了。周成林去供销社买了1斤水果糖，又扯了几尺花布给小梅做衣裳，买了1瓶雪花膏给娘擦手，当然也没忘了给功臣大黑买2个大肉包子。看着大黑3两口就把肉包子吞进肚子里，周成林摸了摸他的头，说吃饱了就回家。回去之后得演一场大戏。回到青石村的时候已经是掌灯时分，村子里静悄悄的，只有偶尔几声狗叫。周成林没直接回家，而是绕到了自家房子的后墙根。这几间破草房那是爷爷辈传下来的，土墙早就苏了几根木头柱子，也被虫蛀的全是眼。平时刮大风都晃悠，下大雨更是外面大厦里面小厦。周成林看着那面已经歪得不成样子的后墙，眼神里闪过一丝决绝。这房子也该完成他的使命了，他要盖新房。但在这个红眼病遍地的村子里，要是突然平地起高楼，肯定会被人举报说他的钱来路不正，所以他得找个理由，一个让人不得不信，甚至还得同情他的理由。房子塌了那就是最好的理由，房子塌了没地儿住那是天灾人祸，借钱盖房那是逼不得已。这时候盖起来大瓦房，别人只会说这小子有魄力敢背债，而不会盯着他的钱是从哪来的。周成林四下看了看，确定没人，找了根粗木棍，对着后墙跟那个早就被雨水泡软了的墙角用力捅了几下。那里本来就是个隐患，支撑着半面墙的重量，土墙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呻吟，掉下来几块土克拉。周成林赶紧后退几步，低喝一声让大黑叫。大黑心领神会，冲着墙角狂吠起来。周成林深吸一口气，气沉丹田，扯着嗓子喊不好了，房子要塌了，让娘和小梅快跑出来。这一嗓子在寂静的夜里传出老远，屋里的王桂芳和小梅虽然不知道发生了啥，但听见周成林的喊声，本能的往外跑。刚跑出堂屋门，一声巨响，那面本来就摇摇欲坠的后墙终于不堪重负轰然倒塌，连带着半个屋顶也塌了下来，瓦片房梁稀里哗啦
啦的砸了一地，扬起漫天的尘土。王桂芳吓得腿都软了一屁股，坐在地上脸煞白。房子，咱家的房子。周成林灰头土脸的从尘土里冲出来，一把扶起老娘，一脸的惊恐和后怕，问娘有没有事伤着没？这时候周围的邻居也被这动静给惊动了，有人问是不是地震了，有人说好像是周成林家那个破房子塌了，让大家快去看看，别压着人。不一会儿，院子门口就围满了举着火把、提着马灯的村民。老支书披着大衣跑的鞋都快掉了，问人都没事吧？周成林坐在废墟堆旁边的磨盘上，搂着还在瑟瑟发抖的小梅，脸上全是灰，眼圈红红的。他说人没事就是家没了，指了指那堆废墟，声音哽咽，说刚才他在后面喂狗，就看见墙上有个大口子，刚喊了一嗓子，这墙就塌了。幸亏跑得快，不然一家三口今天就交代在里面了。看着那一地狼藉，村民们也是一阵唏嘘。有人说太悬了，有人说这房子早该修了，年久失修，加上前几天那场大雨泡的，能撑到现在也是奇迹。还有人说人没事就是万幸，房子塌了还能盖呢。孙婶也在人群里看着周家这惨状，虽然平时嘴毒，但这会儿也难得没说风凉话，只是撇了撇嘴说这下好了，彻底成露天宿营了，这大冬天的可咋过？赵二愣缩在后面看着那堆废墟，心里居然还有点幸灾乐祸，想着该让他吃独食，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把他家房子收了。老支书看着这孤儿寡母的惨样，叹了口气，让大家别看热闹了，问谁家有空房，先腾出来2间，让他们娘仨对付一宿。周成林这时候站了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那双眼睛里虽然含着泪，但却透着一股子倔强。他说不用麻烦乡亲们了，这房子塌了正好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他深吸一口气，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砸在地上，说他打算盖新房，不盖土房了，要盖砖瓦房、大瓦房。这话一出，全场安静了3秒，紧接着议论声比刚才房子塌了还大。有人问盖砖瓦房他家哪有钱，有人说盖砖房得多少钱，少说的2、3千，这不想瞎了心了吗？赵二愣直接笑出了声，嘲讽周成林做梦娶媳妇呢，就他兜里那2个钢镚买块砖都不够，还盖瓦房，让他盖猪圈吧。面对众人的嘲笑和质疑，周成林没有反驳，他只是伸手进怀里掏出了那个还带着体温的红色存折，当然他没打开给人看余额，只是紧紧地攥在手里。他看着老支书说他手里还有点卖野猪肉的钱，再加上他爹留下的那点底子，不够就去借去信用社贷，只要人活着债他就能还上。这房子他盖定了，明天就动工，还请老支书给批个条子。他想把院子往东边扩一扩，连着那片空地一起盖。老支书看着周成林那双亮的吓人的眼睛，那里面没有一丝一毫的怯懦，只有孤注一掷的狠劲儿。老支书一拍大腿，夸他好小子有种，说只要他有这个胆儿就支持他，地批了明天就叫人来帮他清理废墟。周成林点了点头，转过身看着那堆废墟，在那断壁残垣之下埋葬的是周家的过去，而在明天的太阳升起之后，一座崭新的红砖大瓦房将会在这片废墟上拔地而起，那是他周成林在这个年代竖起的第一座丰碑。天刚蒙蒙亮，青石村的公鸡还在那儿扯着嗓子打鸣，周家那堆废墟前就已经围了一圈人。昨晚那一声巨响，再加上周成林那句我要盖大瓦房的豪言壮语，让全村人都睡不着觉。这不一大早起来不用谁招呼，大家都端着饭碗，一边吸溜着稀饭，一边跑来看热闹。孙婶站在那堆烂木头前面，嘴里说着，残脸上却挂着看好戏的笑，说这一塌到底连个立足的地方都没了。问周成林昨晚是不是在露天地里冻了一宿？周成林正在清理废墟，穿着那件脏兮兮的棉袄，脸上全是灰，正弯着腰把一根断了的大梁往外拖。听见孙婶的话，他直起腰，擦了一把汗，咧嘴一笑，说是冻了一宿，不过没事，冻不死人，正好让他清醒清醒，知道这就不是人过的日子。孙婶试探着问他昨晚说盖大瓦房的事儿是不是梦话。周成林把大梁往地上一扔，砰的一声震得地皮都抖了抖，说他周成林吐口唾沫是个钉，让他瞧好吧，今天他就让这地基变个样。赵二愣这会儿也凑过来了，嘴里叼着根牙签，阴阳怪气的说，问他咋变，是不是把这堆烂泥巴捏成砖头？说不是他看不起他，现在的红砖4分钱一块，水泥更是贵的吓人，就算把他那条狗卖了，也买不来一堵墙。周围人一阵哄笑，大家都觉得周成林是受刺激过度疯了。周成林没搭理赵二愣，他看了一眼日头，说算算时间也该到了。赵二愣一愣，问啥到了？就在这时，村口的大路上突然传来了一阵震耳欲聋的轰鸣声，那声音大得像打雷，地面都在跟着颤。正在看热闹的村民们吓了一跳，纷纷扭头往村口看，只见那条平时只有牛车走的土路上扬起了一大片黄土，紧接着一辆车头挂着大红花的东方红手扶拖拉机冒着黑烟威风凛凛地开了进来，在这辆拖拉机后面还跟着第2辆、第3辆，足足5辆拖拉机排成了一条长龙，像是一支钢铁队伍，浩浩荡荡地杀进了青石村。村民们都看傻了，这年头拖拉机可是稀罕物，平时村里来1辆都得围观半天，这一口气来5辆简直是大场面。拖拉机并没有停，而是径直开到了周家那堆废墟前面的空地上。随着司机一脚刹车，第1辆拖拉机的车斗猛地翘起，一车红彤彤棱角分明的红砖像瀑布一样倾泻而下，堆成了一座小红山。紧接着是第2辆、第3辆，全是红砖，崭新的烧得透透的红砖。第4辆和第5辆车斗一翻，几十包印着秦岭水泥字样的灰色水泥袋，还有堆得冒尖的河沙也被卸了下来，灰尘散去，那堆废墟前面瞬间多出了3座山，一座红砖山，一座沙子山，还有一堆水泥。全场死寂，孙婶手里的饭碗当啷一声掉在地上，摔成了2半。赵二愣嘴里的牙签掉了，下巴也快掉地上了。那些刚才还在嘲笑周成林的村民们，一个个张大了嘴巴，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这得多少钱？光这一车砖就得好几十块吧？这5车再加上水泥和沙子，这周成林是把信用社给抢了吗？周成林拍了拍手上的灰，走到那个领头的拖拉机司机面前。那司机是个满脸横肉的大汉，看着就不好惹，说货齐了，砖1万块，水泥20包，沙子5方，让他点点。周成林说不用点了，信得过张哥。他从怀里掏出一包刚拆封的大前门，给每个司机散了一根，又从兜里摸出几张钞票，那是早就准备好的运费和尾款，当着全村人的面拍在司机手里。他说辛苦几位哥哥了，回头还得麻烦他们再拉几趟，这才刚是个开头。司机拿着钱乐呵呵的开着拖拉机走了。等拖拉机走远了，村民们这才回过神来，周成林身边瞬间围满了人，有人问这都是他买的，有人惊叹这么多红砖他真要盖大瓦房，还有人问他哪来的这么多钱。面对众人的质问，周成林早就想好了说辞，他一脸沉痛的叹了口气，指了指那堆砖头，
说他这也是没法子，房子塌了总不能让老娘和妹妹睡大街吧。他说昨天连夜进了趟城，找了他那个在煤矿当包工头的远房表舅，他是跪在地上给他磕头，把这张老脸都豁出去了才借了这么一笔钱。有人问是借的吗？周成林咬着牙一脸的肉疼，说是高利贷3分利，这钱他是含着血泪借回来的。但他周成林就算是累死，就算是去卖血，也得把这房子盖起来，不能让人看笑话。一听是借的高利贷还要还利息，刚才那些眼红的人心里瞬间平衡了不少。有人说3分利那可是驴打滚，还有人说这小子胆子真大，也不怕还不上被抓去坐牢。虽然嘴上这么说，但看着那堆红砖，大家眼里的羡慕是藏不住的。管他是不是借的，人家这是真材实料的要盖新房了。周成林没给他们太多议论的时间，他跳上一块大石头，清了清嗓子，大声喊道，让乡亲们静一静。现场慢慢安静下来。周成林环视了一圈，说这材料有了，但他一个人长不出3头6臂，盖不起来，他得请人，请村里最好的泥瓦匠，最壮的小工。村民们一听有活干，立马来了精神。现在的农闲时候，大家都闲得发慌，能挣点工分或者钱，那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周成林摆摆手说，这次他不给工分，给钱现钱，大工1天2块，小工1天1块5，晚饭顿顿有肉管饱。这话一出，比刚才看见红砖还要炸裂。1天2块，顿顿有肉，这待遇比城里的工人还高。平时村里互相帮工，顶多就是管顿饭给把烟，哪有给钱的还给这么多？村里有名的泥瓦匠钱老四，黑瘦的汉子咽了口唾沫，问他说真的顿顿有肉？周成林指了指自家那还没他完的半截屋梁，说他那半扇野猪肉还在梁上挂着，今天中午他们就造那头野猪，猪肉炖粉条大白馒头，谁干活卖力谁就吃得多。钱老四把袖子一挽，嗓门震天响，说干了，这活他接了，谁要是敢偷懒，他钱老四第一个削他。一时间周家门口成了招工现场，几十个壮劳力挤破了头。周成林站在石头上，像个大将军一样点将，让钱老四带泥瓦搬，让力气大的负责和泥，让根子带几个人去拉水。他点的都是平时老实肯干人品还算不错的，那些平时偷奸耍滑爱嚼舌根的他一个没要。赵二愣挤在人群里，眼看着别人都被选中了，急得直跳脚，拼命挥手喊还有他呢，他也有一把力气，1天1块5还能吃肉，这好事哪找去？周成林低头看了他一眼，冷冷一笑，说他那力气还是留着爬墙根吧，他这活重，怕把他那小细腰给累断了。他故意顿了顿，当着所有人的面说，他家大黑还在那看着呢，他要是进来了，他要是把他当贼咬，他可不负责医药费。一直蹲在废墟旁边的大黑非常配合的站了起来，冲着赵二愣呲了呲牙，那眼神凶得像狼。赵二愣昨天被这狗咬过，心里有阴影，吓得连退3步，差点被门槛半个狗吃屎。他恨恨地吐了口唾沫，说有什么了不起，借钱盖房早晚得穷死他。骂完他只能灰溜溜的走了，那背影看着别提多凄凉了。人选好了活立马就干起来了。农村人干活只要给足了好处，那效率是惊人的。清理废墟的清理废墟，挖地基的挖地基。钱老四拿着卷尺和石灰在空地上画线，问周成林这地基画的是不是太大了？一排就是5间大正房，还带2个耳房，这院子都快赶上大队部。周成林拿着图纸指点江山，说就这么盖，让他地基给他挖深点，下石头要下足，他要盖的是100年大计，得传给孙子的。钱老四虽然觉得这规模有点吓人，但人家给钱他就干活，说好了听东家的。那边男人们干得热火朝天，这边女人们也没闲着。王桂芳带着小梅还有几个帮忙的婶子，都是周成林特意请的给工钱，在临时搭起来的露天灶台上忙活，大铁锅架起来了，火烧得旺旺的。周成林那半扇野猪肉直接切了10斤下来，切成巴掌大的方块，在水里焯过，然后扔进大锅里爆炒，加上葱姜蒜大料干辣椒，最后倒上半桶酱油，那香味顺着风能飘出去3里地。到了中午饭点，一大盆猪肉炖粉条，一大盆白面馒头被端到了工地上，那肉炖得软烂流油，粉条吸饱了汤汁。周成林一声吆喝让大家吃饭，干了一上午活的汉子们看着那盆里的肉眼睛都绿了，大家也不客气，每人盛了满满一大碗，蹲在地上就开灶，看着就让人流口水。那些没被选上的村民站在远处看着这一幕，闻着那肉香馋得直咽口水，肠子都悔青了。早知道周成林真这么大方，平时就不该得罪他，哪怕是给他家狗扔块骨头，今天这碗肉说不定也能混上。孙婶站在自家门口端着碗里的咸菜稀饭，看着周家那边热闹的场面，气得把筷子都摔了，说作孽借钱这么造，他看他房子盖起来那天就是他讨饭的那天。周成林端着碗蹲在钱老四旁边大口吃着肉，他看着眼前这热火朝天的工地，看着那一车车红砖变成了墙体，心里那个踏实劲儿就别提了。他问钱老四照这个速度几天能封顶？钱老四抹了一把嘴上的油，说只要料跟得上人手足，这天虽然冷点，但他们人多，10天最多10天他就能让他住进新房。周成林说好就10天，他眼里闪过一丝金光。10天后新房落成，那时候他不仅要有一个遮风挡雨的窝，还要给全村人一个更大的惊喜，因为透视眼告诉他，就在他刚才挖地基的时候，在那个原来老墙根的下面3米深处，有一团奇怪的金属光泽正在闪烁，那不是金也不是银，那是一把锈迹斑斑的盒子炮，旁边还有一个被油布包裹的严严实实的铁箱子。那是什么？周成林不知道，但他知道等房子地基挖到那儿的时候，他又要有新故事可以讲了。不过现在还是先盖房吧。看着那一层层垒起来的红砖，周成林觉得这就是他在这个时代为自己打下的第一根桩，稳得很。地基挖到一半的时候出了个小插曲，周成林特意找了个借口，说是那个脚的土质看着有点松，怕以后沉降，非要自己跳下去清理。钱老四他们也没多想，东家讲究是好事，反正他们只管干活拿钱。趁着大伙去喝水的空档，周成林跳进了那个2米多深的坑里，他手脚麻利挤锄头下去，那个被油布包裹的严严实实的铁箱子就露了出来，那把锈迹斑斑的盒子炮就在箱子边上，看着像是当年土匪或者游击队留下的。周成林没敢动那枪，这玩意儿是烫手山芋，拿出来就是祸害。他用锄头把枪往深土里又对了对，埋得更深了。他的目标是那个铁箱子，箱子不大，也就饼干盒那么大，但是死沉。透视眼早就看过了，里面是整整齐齐的10根小黄鱼，也就是金条，虽然不大，一根也就1两重，但这可是硬通货中的硬通货。在这个年代，这10根金条要是拿去黑市换了，那得是大几千甚至上万的巨款。周成林心脏狂跳，但脸上一点没
没表现出来。他迅速把铁箱子揣进怀里，那里面特意缝了个大暗袋，正好能装下，然后又装模作样的挖了几下土，这才灰头土脸的爬上来。他喊了一嗓子说没事了，这下土实诚了，接着干争取今晚把地基打完。怀里揣着这沉甸甸的底气，周成林觉得走路都带风。这下好了，就算以后有人查他的钱来路，真要是到了不得不说的时候，这箱子金条也是个说辞，祖上埋的谁能说个不字？接下来的几天，周家的工地上那叫一个热火朝天，红砖一车车的拉进来，墙体一天一个样。那帮拿了现钱吃了猪肉的汉子们干起活来那是真卖力气。原本钱老四说要10天，结果这才5天，5间大正房的框架就已经起来了，这速度把全村人都看傻了。大家伙没事就爱围在周家门口看着那红砖大瓦房一点点成型，眼里的羡慕都快溢出来了。有人说周成林是真翻身了，有人说借钱盖房这份魄力全村找不出第二个，还有人说就是不知道这债以后咋还，3分利呢那是阎王债。就在大家都在替周成林筹还债的时候，周成林却又干了一件让全村人惊掉下巴的事儿。这天中午，趁着工地上吃饭的功夫，周成林提着2瓶西凤酒还有一条大前门去了大队部。老支书正趴在桌子上算账呢，一看周成林来了，赶紧摘了老花镜。老支书问他咋这时候来了，房子盖的咋样了？他看着那2瓶酒，眼睛亮了一下，西凤酒好东西啊。周成林把酒和烟往桌子上一放，也不拐弯抹角，直接开门见山说房子快封顶了，多亏了老支书帮他张罗，今天来找他是有个正事儿，想求他给批个条子。老支书说只要不违反原则他都给办。周成林指了指村子后面那片连绵的乱石坡，说他想承包后山那片乱石岗。老支书手里的烟袋锅子差点掉了，问他要承包乱石岗那片乱石岗子是不是疯了？那片地方之所以叫乱石岗，就是因为全是乱石头，土层薄的连草都长不齐，种庄稼那是种啥死啥，除了几棵歪脖子树和满山的蝎子洞啥都没有。村里以前也有人不信邪去那开荒，结果累死累活连种子钱都没收回来，在青石村人眼里那就是片废地。周成林一脸的认真说他想好了，他这房子盖起来了，但这债也背上了，光靠种地这辈子也还不清那高利贷。他想着那片山虽然种不了庄稼，但能种果树，他想种点板栗核桃啥的，那是山货，以后能卖钱。老支书眉头皱的能夹死苍蝇，说不是他打击他，那地方石头多土少，树苗种下去能不能活都两说。再说了果树那玩意儿得好几年才挂果，他这高利贷咋办？这是往火坑里跳。周成林装出一副被逼急了的样子，说他现在就是赌一把，要是赌输了大不了这房子抵给人家他去要饭，但要是赌赢了他就能翻身。再说了那片地反正荒着也是荒着，他承包下来每年还能给村里交点钱，哪怕交个几十块那也是集体的收入。一提到集体收入，老支书犹豫了，那片地确实是废地，1分钱产出没有，要是真能承包出去，哪怕1年收个50块那也是白捡的，年底还能给村里孤寡老人发点油盐。老支书盯着周成林问他真想好了，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合同一签那承包费可不能赖账。周成林从兜里掏出5张大团结拍在桌子上，说这是第1年的承包费50块他先交了。看着那50块钱，老支书叹了口气，说行吧，既然他小子非要撞南墙他也不拦着，但这地既然是荒地，承包费也不能收他太贵，50块钱给他签50年，但这钱交了可不退。周成林心里乐开了花，50块钱包下一座金山50年，这哪里是吃亏，这简直就是抢劫。别人不知道他可是用透视眼看过的，那片乱石坡底下有一条地下暗河，水温恒定，最适合养娃娃鱼，而且那满山的石头缝里藏着数不清的野生蝎子，光是这蝎子那就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合同签的很快，白纸黑字红手印一按，那片足足有几百亩的乱石岗从此以后就姓周了。周成林揣着合同心满意足的出了大队部，这事儿那是捂不住的。还没等他走到家，周成林借高利贷盖房子，现在又脑子进水承包了乱石岗种果树的消息，就像长了翅膀一样飞遍了全村。村口的大树下，孙婶和赵二愣那帮人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孙婶嗑着瓜子，一脸的幸灾乐祸，说穷人乍富必有大灾，盖个房子就把家底掏空了，现在还去包荒山，等着看吧，不出3年他那大瓦房就得抵债，到时候还得回那破草棚里住。赵二愣更是得意洋洋，说种果树那破地方连野草都不长，周成林要是能在那地方种出果子来，他赵二狗就把那山上的石头全吃了。村民们也是议论纷纷，大部分人都是摇头叹气，觉得周成林这孩子虽然有股冲劲，但毕竟太年轻，步子迈得太大，容易扯着蛋。周成林一路走回来，听着这些风凉话，脸上始终挂着那种憨厚老实的笑，似乎一点都不生气，甚至遇到孙婶的时候还主动打了个招呼，说到时候果树挂了果，请他吃核桃补脑。气得孙婶翻了个白眼，说他看他以后吃西北风都赶不上热乎的。回到家，王桂芳看着儿子拿回来的那张承包合同，也是一脸的愁容，问那地方真的能种树？他是心疼那50块钱。周成林把合同锁进柜子里，让娘放心，说他们不种普通的树，他们种摇钱树。王桂芳愣了，问啥是摇钱树？周成林神秘一笑，没多解释。他转身进了地窖，那里面那窝竹鼠已经生了一窝小崽子，粉嘟嘟的，而在旁边的几个大瓦罐里，是他这几天从乱石岗那边偷偷抓回来的几百只蝎子。这些蝎子个头大，毒性强，那是顶级的药材。周成林看着那些在罐子里爬行的黑家伙，眼里全是金光，说等房子封了，顶这第一批蝎子也该出货了，到时候让那帮等着看他笑话的人先把下巴给惊掉。10天后，周家的大瓦房终于迎来了封顶的大日子。这天，周成林特意去镇上买了鞭炮，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在青石村上空回荡。5间宽敞明亮的大红砖房坐北朝南，气派非凡，屋顶上铺着崭新的红瓦，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院子也扩了1倍，用红砖砌了高高的围墙，大铁门一安，谁也别想再从门缝里看人。钱老四站在屋顶上撒了一把喜糖，喊上梁大吉。底下的村民们虽然心里酸溜溜的，但还是忍不住去抢糖沾沾喜气。周成林站在院子里看着这座拔地而起的新房，心里那块石头总算是落了地。有了这个窝娘和小梅再也不用受冻了，有了这个高墙大院，他在地窖里藏的那些秘密也更加安全了。就在大家伙都在围着新房看热闹的时候，一辆黑色的老式桑塔纳轿车突然开进了村子，停在了周家那崭新的大铁门前。车门一开，先下来的是国营食堂的张胖子，紧接着从后座下来一个穿着风衣戴着墨镜的中年男人，手里提着个黑皮包，一看就是大老板的派头。全村人都安静了，这年头能坐小轿车进村的那绝对是天大的人物。那个戴墨镜的老板摘下眼镜，露出一双精明的眼睛，操着一口
口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带着岗位问这里是不是周成林家。周成林迎了上去，脸上露出了早已预料到的笑容，说他就是周成林。问张哥这位是谁？张胖子满脸堆笑的凑过来，压低声音说他兄弟财运来了，这位是香港来的林老板，专门做药材生意的，上次让他帮忙卖的那点生须子就是他收的，这次人家是专门为了他手里那点存货来的。虽然张胖子声音不大，但站得近的几个村民还是听见了一耳朵。香港老板专门来找周成林还收药材。赵二愣躲在人群里看着那辆锃亮的小轿车，又看了看周成林那淡定的样子，心里突然涌起一股不祥的预感。这周成林难道真的不是在瞎折腾？这小子到底还藏着多少事儿？周成林没理会众人的震惊，他做了一个请的手势，把张胖子和林老板迎进了那扇还没来得及刷漆的大铁门，然后哐当一声大门紧闭，把全村人的好奇心和那无数双红的发紫的眼睛统统关在了门外。大铁门咣当一声关上，把门外那几百双想看热闹的眼睛，还有窃窃私语的嘴巴，全都隔绝在外面。院子里刚铺好的红砖地还泛着潮气，那辆黑色的桑塔纳停在院子正中间，跟这刚盖好的农家大院显得格格不入，却又透着一股子说不出的气派。张胖子一下车就竖起大拇指，夸着院子气派风水不错，坐北朝南聚财。那个戴墨镜的林老板也摘下了墨镜，露出一双精灵的小眼睛，环视了一圈，点了点头，用那种带着浓重岗位的普通话自我介绍，说他是林家明，做药材生意的。周成林没怯场，他虽然穿着那件旧棉袄，但腰杆挺得笔直，脸上挂着那种不卑不亢的笑，说别在院子里站着了屋里请，家里乱别嫌弃。进了刚封顶的堂屋，里面还没来得及粉刷，甚至连像样的家具都没有，就一张刚才工人们吃饭用的方桌，还有几条长板凳。王桂芳和小梅早就躲到里屋去了，这阵仗他们没见过也不敢出来。周成林拿了2个粗瓷大碗，倒了2碗白开水，说乡下地方没有好茶，白开水解渴。林老板也没嫌弃，端起碗抿了一口，眼神却一直往周成林身上飘，说咱们明人不说暗话，上次张经理给他的那点参须子成色极好，这次他专程过来就是想看看那株正主，只要东西对价钱不是问题，他是个生意人，时间宝贵，要不是那几根参须子经过鉴定，确实是100年以上的老山参，而且是罕见的无皮叶，他才不会跑到这穷乡僻壤来受罪。周成林笑了笑没说话，他站起身走到墙角，那里放着一个不起眼的破箩筐，上面盖着几块烂抹布，他伸手把抹布掀开，从里面爆出来一个锈迹斑斑的饼干铁盒子，这盒子看着跟收破烂的收来的似的，上面还沾着不少泥土。林老板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这么贵重的东西就装这破盒子里，也不怕坏了。周成林把铁盒子放在桌子上，动作很轻，说东西就在这，让他长长眼。他打开盖子，一股淡淡的带着泥土气息的药香瞬间从盒子里飘了出来，掀开最上面的那层新鲜苔藓，那一株保存完美炉头及长身躯完整的100年野山参，就像是一个沉睡的精灵，静静地躺在绿色的苔藓上。参体表皮紧致纹路如同铁线般密集，顶端的珍珠点清晰可见。林老板倒吸了一口凉气，猛地站起来，从怀里掏出一个放大镜，整个人几乎是趴在了桌子上，脸都要贴到那株人身上。他一边看一边忍不住发出赞叹，说这炉头是燕脖炉，这皮色是锦缎皮，还有这体态灵气十足，起码120年往上绝对的极品。张胖子在旁边虽然不太懂行，但看林老板这激动的样子，就知道这事儿稳了。他冲周成林挤眉弄眼，意思是兄弟你要发了。周成林却是一脸的淡定，慢悠悠地坐在板凳上喝了口水，就像是在看别人做买卖。他知道这东西值钱，但他更知道现在的买方市场掌握在他手里，这东西是孤品，错过了这村就没这点。足足看了有10分钟，林老板才恋恋不舍地收起放大镜，坐回板凳上。他深吸一口气，平复了一下心情，看向周成林的眼神变了，不再是那种看乡下小子的轻视，而是多了一份郑重。林老板伸出一只手，张开5指，说5000块钱，这个价格在这县城买2套院子都够了。旁边的张胖子听得心惊肉跳，这可真是一夜暴富，普通工人干10年也攒不下5000块。然而周成林却笑了，他摇了摇头，伸手把铁盒子盖上。他说林老板是行家，他是外行，但外行也知道个理，他刚才也说了，这是120年的极品，5000块那是买萝卜的价。林老板脸色一僵，说做人不能太贪，5000块已经是天价了，这东西虽然好，但在内地没几个人买得起，除了卖给他还能卖给谁？周成林说那可不一定，他也打听过，现在市里的外贸公司也在收这东西，说是要出口赚外汇，再不济他把它留着传给孙子，这玩意儿放得越久越值钱，反正他不急着用钱，这招以退为进，用的炉火纯青。林老板咬了咬牙，他知道自己遇到行家了，这小子虽然看着土，但对行情门清，确实这株人参要是带回香港，送上拍卖会或者卖给那些豪门大族吊命，起码能卖到5万港币以上。林老板沉声让他开个价，周成林伸出2根手指头，说2万。正在喝水的张胖子一口水喷了出来，呛得直咳嗽。2万，这简直是狮子大开口，把全村买下来都够了。林老板也气乐了，说这玩笑开大了，2万块把全村买下来都够了。周成林身子前倾，盯着林老板的眼睛，说账不是这么算的，这东西是救命的，命值多少钱？对于那些等着他救命的大老板来说，2万块也就是一顿饭钱，他把它带回去转手一卖，利润至少翻倍，他只要2万不过分吧？林老板沉默了，他在心里飞快地盘算着，确实这株人参品相太好了，可以说是可遇不可求。如果真的错过了被别的同行收走，那损失的可不只是钱，还有名声。林老板还在试探，说1万一口价，现金马上给。周成林说1万8，林老板说1万2，不能再多了。周成林敲了敲桌子说1万5，让他也别跟他磨牙了，而且以后他这要是还有什么好货，不管是虎骨还是麝香，他都给他留着，这可是个长久买卖。听到虎骨麝香，林老板眼睛又是一亮，这深山老林里好东西确实多，要是能把这小子发展成固定的供货商，那以后林老板猛地一拍大腿，说成交1万5就1万5，但他有个条件，他要用外汇券付一部分。外汇券这在当时可是比现金还要硬的硬通货，只能在友谊商店买进口货，那是身份的象征。周成林心里狂喜，面上却装作勉为其难，说行吧，外汇券也行，不过得按黑市汇率算。林老板大笑一声，说他小子精，从那个黑皮包里掏出一沓沓崭新的钞票，1万块大面额钞票，那是10捆，像砖头一样厚实，还有5000块面值的外汇券，花花绿绿的，看着就洋气。点钞验货交接，整个过程不到10分钟。当那1万5000块钱真正揣进怀里的时候，周成林感觉心脏都要
要从嗓子眼跳出来了。15000加上之前存折里的3000多，他现在的身家直逼2万。在这个万元户都凤毛麟角的年头，他周成林已经是个不折不扣的土豪了。林老板把装着人参的铁盒子小心翼翼地放进皮包里，站起身跟周成林握了握手，说合作愉快，这是他的名片，以后有好东西直接打他电话或者找张经理联系。周成林笑着把名片收好，说一定一定。送走了林老板和张胖子，那辆桑塔纳一出院门就被看热闹的村民们围住。虽然车窗关着，大家看不见里面的人，但看着那车屁股冒出的黑烟，一个个都伸长了脖子议论纷纷。有人问走了那是谁？有人说听说是个大老板，还有人问周成林把那老板迎进屋干啥去了？是不是卖啥东西了？周成林把大铁门关上，没理会外面的喧嚣，他快步回到堂屋，把大门拴死，又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王桂芳和小梅这时候才敢从里屋出来。小梅怯生生地问那人走了没？周成林说走了，深吸一口气，把怀里那几捆钱还有那一沓外汇券一股脑的掏出来，堆在桌子上。小梅尖叫了一声，又赶紧捂住嘴。王桂芳腿一软，直接瘫坐在地上，看着那一桌子的钱，整个人都傻了，问这都是他们的吗？周成林拉着母亲的手，把一捆大团结塞进她手里，说都是他们的，这是那株棒槌换来的，以后盖房子不用借钱了，也不用看人脸色了，他想吃啥吃啥，想穿啥穿啥，他这不是在做梦吧？这么多钱得花几辈子，这只是个开始，以后他们的日子会比这好100倍。这一晚周家没人睡得着，王桂芳抱着钱睡得隔一会儿就要摸摸还在不在，周成林则躺在炕上听着窗外的风声，脑子里盘算着下一步的计划。有了这笔钱，果园的树苗可以买最好的，还能买几头种猪，再把那个鱼塘挖起来，甚至他可以考虑去省城转转倒腾点更赚钱的买卖。夜深了，村子里的狗叫声渐渐停歇，但在周家大院的围墙外面，一个黑影正鬼鬼祟祟地贴着墙根移动，是赵二愣。他今天看到那辆小轿车进村，心里就跟猫抓似的，他总觉得周成林这小子有鬼，一个穷的叮当响的小子突然盖大房，又突然来了个大老板，这中间肯定有猫腻。而且刚才那老板走的时候手里提着的那个皮包鼓鼓囊囊的，周成林送出来的时候虽然两手空空，但那表情明显不对劲。赵二愣眼神阴狠，嫉妒涌上心头，他抬头看了看那2米多高的新围墙，这墙太高，上面还插着玻璃渣子，爬是爬不进去了，但他不甘心，他绕到院子后面那里的地基还没完全填实，有个下水道的口，他趴在地上，耳朵贴着那个下水道口，想听听里面的动静，哪怕听见一句半句的，明天他就能去村里造谣，说周成林投机倒把，把这小子给搞臭。就在他刚把耳朵贴上去的时候，院子里一直趴在窝里的大黑突然抬起了头，那双在黑夜里发着绿光的眼睛死死盯着后院的下水道方向，他的耳朵动了动，听到了那轻微的呼吸声。大黑没有叫，他悄无声息地站起来，像个幽灵一样顺着墙根溜到了后院。他低头看着那个下水道口，嘴巴微微张开，露出森白的獠牙。赵二愣还在那趴着听的啥也没听见，正准备换个姿势，突然一股热气透过下水道的铁栅栏喷在他脸上，紧接着一声低沉到极点，仿佛来自地狱的咆哮声就在他耳朵边上炸响。赵二愣吓得魂飞魄散，身子猛地往后一缩，一屁股坐在满是荆棘的乱草堆里，扎得他哎呦直叫。大黑隔着墙开始狂吠，那声音凶狠无比，听得人心惊肉跳。紧接着院子里传来了周成林的脚步声和喝问声，问谁在哪？赵二愣哪还敢停留，连滚带爬的往村外跑，鞋都跑掉了一只，一边跑一边嚎说有鬼，裤裆里热乎乎的，竟是被吓尿了。院子里周成林披着衣服走出来，拿着手电筒往后墙照了照，大黑正对着那个下水道口呲牙。周成林走过去，透视眼开启，只见墙外的草丛里留着一只破鞋，还有一滩明显的水渍，远处一个狼狈的身影正跌跌撞撞的往村西头跑。周成林眯了眯眼，眼里的寒光比冬夜的风还冷，看来上次的教训还不够，既然他非要找死，那就成全他。他摸了摸大黑的脑袋，从兜里掏出一块肉干喂给他，干得好，说下次再来就直接把他赶跑。这一夜赵二愣被吓破了胆，回去发了3天高烧，而周成林守着那一桌子的钱，在这个寒冷的冬夜里彻底完成了他重生后的第一次资本原始积累。明天又是新的一天，他的商业版图才刚刚铺开一角。